大家好，欢迎收看《行不离》。当你开车走在干旱贫瘠的沙漠中，突然遇到一座五指山，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本来穿越沙漠就是一件令人兴奋又迷茫的事儿，在你视觉麻木的时候，突然看到五指山，很可能会误以为是海市蜃楼。不过这确实是一只从地下伸出来的巨手，仿佛一个巨人正被流沙淹没，在最后一次绝望的求救中伸出来的一只求生之手。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沙漠之手实际上是非常真实的，又有些像如来佛的魔掌，拇指和4个手指在沙漠中突然垂直中断。沙漠之手位于智利北部拥有火星地表的阿塔卡马沙漠之中，近些年被荒漠自驾旅行者视为热门的打卡地标。巨大的手掌高11米，孤独伫立在此将近30年的时间。早在1992年的时候，当地人们希望智利雕塑家马里奥·雷拉萨巴尔为广大的阿塔卡马沙漠建造一座纪念碑。那一年，由沙子中突然伸出并伸向湛蓝天空的沙漠之手诞生了。尽管是由钢筋和混凝土制成，但这座雕塑并不允许随意攀爬。沙漠之手没有围栏，对所有游客免费，不过也总有人随意涂鸦污染手掌，所以可以看出每年沙漠之手都会被清理1-2次。沙漠之手纪念碑的意义大概是一个提醒，人类应该被自然所贬低。还有人认为这是人类不断上升的表现，但在雕塑家马里奥看来，艺术意味着激发想象力。每个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艺术作品，他认为手的大小和位置都代表着人类的脆弱和无助，而对于那些在这里用完汽油的人，则更能完全理解这一点。沙漠之手距离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城以南75公里，游客可以走26号或28号公路，然后进入5号公路抵达。其实这沙漠之手并不是雕塑家马里奥最知名的雕塑，早在沙漠之手诞生的10年前，年轻的马里奥就创造了第一座手雕塑。1982年夏天，马里奥受邀参加在乌拉圭海滨度假胜地埃斯特角城举行的第1届现代年度雕塑国际会议。在当时参会的9位雕塑家中，马里奥是最年轻的一位，也正因如此，他的雕塑场被最终排挤到了沙滩上。然而他以溺水警告为启发，为手指雕塑甚至忙碌了一整个夏天。最终这溺水者的纪念碑赢得了无数的赞誉，直到今天，这是当年9位雕塑家中唯一保留下来的作品，并且已成为乌拉圭最知名的地标之一。雕塑家马里奥早年在美国留学5年，后又在意大利和德国继续深造。他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回到智利，一生致力于雕塑事业。从他的作品中不难看出，雕塑家是社会上一个很奇怪的符号，所有背后的东西以及现在的美，对于像马里奥这样具有非常强大的政治和社会负担的艺术家来说，他的很多作品都是从人类的脆弱和难以避免的战争和冲突中抽象出来的。马里奥因其独特的作品而赢得了无数的奖项，同时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地也保存有巨手雕塑的复制品。除了马里奥的五指山雕塑，在美国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的国家港口也有一座名为觉醒的巨手雕塑，但这雕塑并不是独立的一只手，而是由手、脚、腿和头5部分组成的综合雕塑。其实最早的觉醒雕塑是作者约翰逊在1980年华盛顿特区第11届雕塑大会的作品，后来位于海因斯角的觉醒雕塑被雕塑基金会出售，米尔顿·彼得森于2007年以75万美元将其买下，并重新安装在了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国家港口开发区的一小片沙滩上。2009年10月10日，觉醒的作者约翰逊受邀又制作了一座觉醒2，位于密苏里州切斯特菲尔德中央公园附近的草坪上，为的是展现并支持切斯特菲尔德的公共视觉艺术。从这几座巨手雕塑中不难看出，位于智利的沙漠之手所处的环境最为恶劣。这片阿塔卡马沙漠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方，甚至几百年不下一滴雨，但这并不影响游客们对干旱沙漠的热情。那关于阿卡塔马沙漠的荒漠之旅以及当地人独特的空中取水之道，咱们下期继续吧。来次旅行长一点姿势，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或者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我们形影不离。